击杀手正带着女儿逛街，女儿突然就被混混撞了一下。Jesus, man, why don't you watch where you're going, eh? What was that? You heard what I said. What? You want to start some shit? And watch your language too, eh? Oh, piss off, fuckwit. 尽管老雷怒火中烧，但考虑到女儿就在旁边，面对混混的恶语相向，他选择了隐忍。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了，可没想到过了不久，他又碰见了那两个混混。于是他先把女儿安置到车里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朝着混混走去。You right, old man? 老雷抬腿就踢中了关键部位，可他刚想继续动手，另一个混混撒腿就跑，那速度快得惊人。 Run, you little shit. 眼看围观群众准备报警，老雷却丝毫不慌，因为对他而言，取人性命如同碾死虫子般轻松，上门讨债更是他的日常工作。老雷站在一旁默不作声，因为他清楚小弟的这套说辞对付一个老油条债主根本不管。 Look, I got it now. Get your wallet. 老赖还误以为对方只是想要点利息，于是立刻就把钱包掏了出来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老雷竟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张全家福照片，紧接着就记下了他家的地址，表示要登门拜访他的家人。Look, I'll get you your money, okay? I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. I've got the money. Yeah? I just have to go get it, okay? Okay. Right. 老雷的这番话直接让新来的小弟成功收回了第一笔欠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。我们今天讲《中间人先生》第1期。然而还没等他们庆祝多久，老雷的铁哥们加斯却忽然找上门来。对方一开口就说自己摊上大麻烦，需要帮忙，催促他赶紧跟自己回趟家。然而让老雷意想不到的是，加斯这家伙原来是在家里偷藏不雅光碟，被妻子撞见，把老雷叫来就是专门让他背黑锅的。This is disgusting, Ray. Why you like this? I don't know. You like to piss on women? This why your wife get divorced. 老雷虽然眼神里写满了无语，但为了兄弟情谊，他也只能默默接受，把光碟拿了回来。可不曾想离开时，却还碰到了加斯的小舅哥。The pee guy? Yeah. No, it's right. Come on. 眼见又被对方羞辱了一顿，老雷气得直接将光碟丢进了外面的垃圾桶内。然而没想到自己前脚才刚走，加斯这家伙竟死性不改，又把刚丢进垃圾桶的光碟给拿了出来。看来有些奇怪的癖好，想戒掉还是没那么容易。等到了第二天，老雷突然气冲冲地来到了医院，他推开房门，赫然发现昨晚还和自己诉苦的加斯，这回竟不知为何浑身重伤地躺在了病床上。小舅哥告诉老雷，昨晚他们在家中与朋友交易枪支，可不知为何一群混混突然闯了进来，他们拉起加斯就是一顿暴打。若不是自己及时出手相助，加斯怕是已经躺进了棺材。老雷听完，立刻抓住了小舅子的手臂，却发现对方手上根本没有搏斗的伤痕。他瞬间意识到小舅子在说谎，于是当天晚上，老雷便偷偷潜入了对方家中。只见他毫不迟疑，上去就给了小舅子一脚踹在胸口，紧接着又是2拳砸向他的脸。 Huh? That's what your hand should look like. 随后，老雷扒掉小舅子的裤子，拿刀抵在他的命根子上进行威胁，这才逼问出了殴打自己兄弟的真凶。他此刻正得意洋洋地在家里寻欢作乐。I think there's something out there. Something out there, baby. Can you check? 为了消除小情人的疑虑，男人只好极不情愿地走到窗边查看。然而下一秒，毫无防备的男人直接被摔得头破血流，不知所措的小情人也被吓得呆若木鸡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半小时之后，城外的一间酒吧里，这个喝醉的街溜子只是去了趟厕所，却在洗手时突然发现，虽然厕所里传来了巨大的响声，但无奈外面的低音炮声音更响。在做完这一切之后，男人径直来到了市中心的3甲医院，他将一个玩偶抱枕放在床头，随后整个人瘫坐在了病人床前。原来刚才那2个被他暴揍的男人，正是导致自己兄弟半身不遂躺在床上的罪魁祸首。 What'd you do to him? I live. I fucking owe you one. I'll add it to the list. 然而让老雷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晚自己的老板弗雷迪突然火急火燎地找上门来，因为那2个被他教训了一顿的混混，正是黑帮头目达芙洛斯的马仔。弗雷迪用近乎恳求的态度，希望老雷能够坐下来跟达芙洛斯好好谈谈，赔个不是。虽说是对方先出的手，但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，老雷还是主动跟老板弗雷迪一同登门拜访了达芙洛斯。可没料到，刚一碰面，达芙洛斯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。 You can't go around bashing my guys. But your guys can go around bashing my friends, can they?
眼看两人又要起冲突，弗雷迪赶紧站出来打圆场，让双方握手言和，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。此时的他哪里知道，这两人的仇已经彻底结下了。几天后，重伤出院的加斯以圣诞惊喜为名，拉着老雷来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郊外。只见他让好兄弟闭上眼睛，随后将一把珍藏多年的帕切特冲锋枪摆在他面前。Get fucked. Hey? Fuck off. Hey, you like surprises now? Hey? 紧接着，加斯又搬出2个大西瓜，让舍不得花钱买好枪的老雷痛痛快快地试了一把自己的新装备。Merry fucking Christmas. 然而此刻的老雷怎么也料不到，今晚就将是这把利器的首次开光之时。起初他只是想起夜上个厕所，却忽然发现自家门外好像有些异常。他拿出夜视仪，透过窗户观察，这才发现一帮人正目光如炬地盯着自家的大门。察觉到危险的老雷连忙来到车库，不慌不忙地开上他的破车，朝着郊外开去。他瞥了一眼后视镜，果不其然，那辆面包车也跟在了他后面，而且似乎不止一辆车在尾随他。老雷知道这帮人必定是达弗洛斯派来取他性命的，于是他直接一咬牙，把车停在了郊外某处废弃厂房外。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下了车，端起冲锋枪，随后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接着，他小心谨慎地检查起面包车，确认车里所有杀手都被自己干掉后，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后面的那辆轿车，同样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真正的厮杀就是如此，没有那么多铺垫和花样，生死往往只在转瞬之间，当机立断才是关键所在。虽然老雷料到发生这种事，达弗洛斯肯定不会就此罢休，但他料不到的是，此时才刚从医院复查回家的好兄弟加斯，却在看电影的时候出现了意外。Vasily, what the fuck? We're safe. We're safe. Is safe? Is it safe? Yes. 没想到加斯的小舅子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狂，居然要持枪抢劫他。如今加斯伤势未愈，面对小舅子的威逼，他只好乖乖去开保险箱。只是在下楼的时候，他借助拐角的遮挡，悄悄编辑了一条求救信息发给了正在陪女友逛街的老雷。